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那今天我们要跟您聊聊两个话题。话题一，中共党媒发文惹议捧杀习近平吗？话题二，台湾国安5大风险，突围找错了渠道。来看第一个话题，中共党媒发文惹议捧杀习近平。中共党媒《人民日报》12月11号在第9版刊登了一篇文章，引发海内外的热烈议论。文章叫做让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成为常态。那光看标题是不是就觉得很敏感，却又很荒谬呢？因为共产党最上面那个领导就是只上不下，对吧？那这篇文章其实不长只有1300多字。那在说啥呢？用我的白话说这篇文章在批评共产党内有很多官员上位之后就摆烂了，或者呢被发现没有能力干大事，但是呢又换不下来，所以就尸位素餐，变成了僵尸领导、垄官、懒官满街跑。那施政表现呢却很糟。表面上这篇文章是点出了中共官场现在的特色与困境，但是在我看来还有很多浅信息很值得来挖一挖。我们列举一些重点来看文章怎么说的。文章说现实中一些单位存在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导致劣币驱逐良币。那这段话呢，曝光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中共官场其实充满了太多的无用垄官。那他们不是靠着优异的政绩或优异的表现上位的，而是靠着走偏门、走后门的渠道升官，所以呢，就变成了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好干坏都没人能动得了他们，甚至呢，真正能干事的好人就被排挤了，造成劣币逐良币。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后台撑腰呢，他们有权钱交易或者权色交易撑腰呢，所以呢，他们要苦干实干的地方不是在公共事务上，是在更高领导的饭桌上、钞票上或者是枕头上。那这些垄官不是为人民服务，是只为领导服务。只要搞定领导呢，就能够能上不能下。那为什么中共官场会劣币逐良币呢？我们用稍微学术一点的话来说，因为共产党体制呢是按权力分配的体制，不是按劳动分配，所以呢，你付出多少，干了多少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手里的权力有多少。你权力大，就给你更多的资源，就可以为所欲为。那再加上共产党是个只讲斗争不择手段，只讲结果不讲道德的团体，所以呢，就促使中共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员经常用走偏门、走后门的非法手段来交易权力、买官卖官，或者呢是靠着逢迎拍马、讨领导欢心来争取上位。所以呢，就衍生出了好人未必重用，好狗容易升官的畸形乱象。那有才有德的好人被淘汰掉了，那无才无德的庸人、坏人就被升官。那这就叫做共产党的逆向淘汰机制。那现在这个逆向淘汰机制显然给中共带来麻烦了。再回到文章来看，文章说当前我国发展环境面临了深刻复杂变化，战略机会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迫切需要一支能力素质过硬、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只有及时把那些敢扛事、愿做事、能干成事的干部用起来，把那些混日子、手摊子、撂挑子的干部整下去，才能够集聚攻坚克难的磅礴力量。好，这两段话透露什么呢？透露中共的执政现在面临风雨飘摇的大考验包括了国际政治、国际贸易、台湾问题等等。那更重要的就是国内的经济、民生和就业问题。那这些问题到现在还找不到解方。那如果再恶化下去，就可能会让民怨升级成民变，就会威胁到中共政权了。所以中共现在急着找敢扛事、愿做事、能干成事的干部来应对这些问题，但结果却发现党内的贪腐人才满街跑，却没有治国的人才。毕竟就连最顶层的那位，他的治国成绩怎么样，大家心里有数，但他一样也不下来所以文章说一句话了：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换言之，人民日报也间接承认了党内几乎没有德才兼备的贤人，只有尸位素餐的闲人。所以文章又说呢，要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
那重点和困难是解决能下的问题，对那些不适合担任现职的干部及时调整。还有呢，要让整个干部队伍都深刻认识到，职位不是铁交椅，德不配位，才不配位，不担当不作为就会被调整。好，这两段话说的逻辑是对的。不过呢，我们首先质疑的是这很可能又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官话了。不然，中南海的熊一尊干了13年，干成这样了，怎么还没调整呢？所以这篇文章看下来我认为有几个重要的潜信息。第一，中共间接承认“14·5”经济计划失败了，所以中国经济陷入严峻的通货紧缩，房地产崩跌，消费内需疲弱，还有外资大逃亡，搞得民怨四起。那明年马上就要开展“15·5”计划了，所以中共急着要组织队伍，想救经济、救政权。第二呢，中共正式陷入一个新的危机，就是人才危机。马克思主义讲经济决定论，下层经济搞不好呢，那上层的政权的合法性就会有风险。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几乎是个死结，那这些年下来没有人可以解开，那往后呢也解不开了。毕竟真正懂经济的李克强，2023年就因为跟习矛盾太多被八宝删了。那中国经济的实际掌门人就剩下熊一尊。那看到李克强的下场，谁还敢对一尊说真话、办真事呢？所以中共今天找不到人才完全是咎由自取的结果。第三，人民日报选在“14·5”即将结束的这个时间点来发表这篇文章呢，动机很可能是想要帮北京当局推卸施政失败的政治责任，把这几年中国经济每况愈下的责任呢甩锅给下面各级政府部门不是朕不行，是太多刁民要害朕。不过呢，我认为人民日报是中共一级的宣传口，对舆情观察是非常的敏锐，不太可能不知道今天发表这篇文章会在民间引起什么效应。标题就叫做让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成为常态。那这看在老百姓眼里了，一定觉得很刺眼熊一尊自己就是能上不能下。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怀疑人民日报是不是也在借机高级黑或者是捧杀熊一尊呢？你看网友们都说啥？在说习近平吗？想死了！他们在说谁？习近平吗？习近平什么时候下台？这是在捧习还是在黑习呢？而且呢，今年10月有央视员工爆料说央视内部普遍不满熊一尊，说这里没有一个人能看得起他。那央视如此，那人民日报里是不是也有很多不满的人呢？还有中共的人才危机和经济危机绝对不会因为官员能上能下就能解决，因为中共官场是逆向淘汰和官官相护的机制，而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官员造假数据、造假政绩，来欺上瞒下保官威。那简单一句话，只要不抛弃这个按权分配的斗争体制呢，那整个中共政府只会加速老化和僵尸化。再来看话题2，台湾国安5大风险，突围找错了渠道吗？最近两岸之间的政治攻防是非常激烈主要围绕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准备跟熊一尊在明年举办政习会的上头。那有媒体披露说，中共向国民党开了条件，要举办政习会呢，就要实现3张门票，引发了极大争议。但国民党跟国台办后来都相继否认了。那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呢？我想无风不起浪。我们接下来往后看，国民党跟共产党会怎么样去行动，就知道真假了。但是这件事也让我看到台湾目前在两岸的政治攻防上至少有5个风险。那前3个风险呢，跟中共与在野党有关；那后2个风险呢，跟执政党有关第一呢，中共要求国民党在立法院挡下台湾政府对美国的军事采购案，那这一点已经发生了。蓝白阵营已经连续2次挡下了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那这件事也正好符合了政习会3张门票的第1章。那中共挡下台湾对美国军购案目的呢，除了是要削弱台湾的国防战力，降低中共犯台的风险与损失之外呢，同时也是要借此来削弱美台之间的合作协防关系。那如果你台湾没跟我买太多的军购，我就派大军去帮你抵抗中共，那这样呢，我在国内也很不好向选民交代，对吧？
所以呢，中共才会这么介意军购案。第二个风险是阻止任何可能以国安名义限制大陆配偶前往台湾、限制大陆资金投资台湾的相关立法。那这一点呢，也是正在发生。国民党立委最近提案修改国籍法，要让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大陆配偶可以参加台湾的公职人员选举，不必放弃中共国籍。那这一点要强调，我们不是歧视大陆配偶，而是要提醒大家，这个配偶到台湾依亲的渠道呢，已经变成了中共输出特务渗透台湾政治的重要手段。我们就简单反问一句中共希望大陆人可以不放弃中共国籍到台湾参选公职，那中共给不给不放弃国籍的台湾人去大陆参选公职呢？那如果办不到，凭什么要台湾配合中共的要求呢？而且别忘记菲律宾才刚刚发生了某个市长是中共间谍，还犯下了贩运人口罪行。那这个前车之鉴台湾必须要警惕。第三个风险是中共要求国民党要用行动来排除一切不利中国统一的体制因素。那这个条件虽然没有说太多的细节，但估计呢就是要设法松绑台湾对中共戒备的相关法规，让中共更容易从方方面面来渗透台湾、削弱台湾。那国民党跟中共都否认有这3张门票的说法，但是接下来我们就看他们行动上会怎么做，就知道虚实了。第四个风险是执政党的施政满意度不够符合民间期待。根据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呢，赖清德的施政满意度是 40.9%， 不满意度是 53.3%， 已经连续5个月超过半数人民不满意了。这背后的原因当然是很多，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固然是一个主因，但是更大的因素应该还是多数人民对于经济与生活的期待还没有实现，也就是对经济跟内政不满。那我们知道赖总统最近致力于推动国家意识的建立，可能他认为先团结起来国家意识呢，才能够对抗外敌。但其实先稳定人民的经济与生活，让人民对政府有更高的信任与好感呢，再来谈比较有高度的国家意识可能会更有利于国家安全。毕竟如果多数人民都感受到台湾经济很好，生活很好，那谁会轻易的相信中共的统战说辞呢？前阵子大罢免的失败就是一个警钟了。第5个风险是台湾政府似乎还无法跟美国川普政府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和信任。大家知道，川普政府刚刚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把台湾的安全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除了提到台湾的半导体优势，台湾是通往第2岛链的重要通道之外呢，还强调要强化美国与盟友的能力，以阻却任何夺取台湾的企图。那这对台湾来说是好消息，但问题是台湾政府呢似乎还无法跟川普政府沟通上，因为民进党过去这几年的执政路线呢，被认为是比较偏向西方左派。所以同样是左派路线的拜登政府跟蔡英文政府关系就很良好，但川普是传统右派路线，他对左派是非常的感冒，再加上了台湾的那些亲执政党的媒体呢，也经常会跟着西方的左媒来攻击川普，所以川普会怎么去想台湾执政党呢？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所以赖政府前阵子特别找了右派媒体战情室 War Room， 他的记者Natalie Winters到台湾去专访萧美琴。那这部戏看得出来台湾总统府也发现了他们跟川普政府之间的路线分歧，所以想要主动的来弥合，要建立沟通渠道。那这部棋下的是非常对，只是呢不知道台湾政府晓不晓得战情室虽然是班农主办的媒体，但是川普跟班农早在第1个任期就闹翻了。班农虽然多次主动为川普造势，但川普始终跟他是保持距离。现任华盛顿 DC 的总检察长 Ginny Pirro 就曾经在书里披露说因为班农冒犯了川普的家人，那这是川普绝不容许的事情。所以台湾政府如果想要跟白宫建立联系的话呢，可能还要进一步掌握美国保守派阵营的内部情报，可能要尝试其他的渠道才会更有机会比如说英文大纪元时报，他们最近才专访到川普的亲信 FBI 现任局长 Kash Patel， 那川普还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这次专访的影片。
所以说，台湾政府想要建立与白通的稳定沟通啊，那这一点呢是正确的。但是在决策与思考上呢，一定要跳出过去的左派圈子，要找到对的合作伙伴，才能够深化美台关系，降低台湾的国安风险。好，今天聊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次再会。